魏无羡又爽晕了。这是魏无羡的乾陵实境，天高气清，天朗无云，松柏肃穆，松风习习，适合祭礼那天。焚香沐浴，诵经祝祷，祭拜先祖，聆听家训，写入族谱，合集礼成。蓝忘机在一旁静静看着，每一个细节他也都记得十分清晰，恍如昨日。魏无羡低束马尾，头戴抹额，身着夹袍，温雅庄重，转过头对他翩然一笑，灿若明霞，艳若朝晖，暖如春阳，煦如晨光。然而到了晚上，魏无羡说要给自己惊喜，让自己先去外间等。然后他便见到了魏无羡浑身赤裸，跪在床畔，松松披挂着一件薄如蝉翼的云纹罩衫，血肌玉肤，若隐若现，勾魂摄魄，引人浮想联翩。又见到这幅画面，蓝忘机再次血脉奔张，气血沸腾。察觉到他情绪剧烈波动，魏无羡身旁那个蓝忘机消失了。魏无羡迷茫地看向他，然后发现了他，再次启唇，声线如蓝忘机记忆中一般动情又撩人。韩光君，我是你的人了。蓝忘机疾步向前，将他压在床上，急不可耐地吻他。蓝忘机柔声道：魏婴，我也是你的人。难怪我觉得被你再弄一次，灵力都变强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用你射给我的东西做媒介，骗过灵脉屏障，进到我的灵石境内，帮我修复并巩固了金丹。待魏无羡醒来，已是午后，两人并不急于起来，而是待在床上耳鬓厮磨。蓝忘机将双修与通灵之事全部告知了魏无羡。虽的确是这个原理，但是被魏无羡用直白的字词说出来，始终有些奇怪。魏无羡感叹道：哇，我真是太厉害了。手不安分地在蓝忘机压在他身上的腿上摸来摸去，眼看着就要往腿间滑，蓝忘机在他手上轻轻拍了一下。魏无羡移开手，钻到蓝忘机的中衣下，往小腹挠去。蓝湛，你肌肉真硬。蓝忘机捉住他的手，十指交扣，握到唇边，细细亲吻。魏无羡不满道：蓝湛，我还没摸够，你脱给我看好不好？蓝忘机扣紧他的手，强势地吻他，含住他的软舌舔弄，把他的唇瓣吮得微微发麻。魏无羡从昨晚到现在被亲了这么多次，回应得越来越热情，越来越主动，勾住蓝忘机的舌纠缠不休，但每一次都还是被亲得七荤八素，晕头转向。魏无羡被亲得晕晕乎乎，忘记了方才想要蓝忘机脱衣服的事，但是他的手又往蓝忘机中衣下面摸了。蓝忘机似乎并未察觉，只是坐起身道：饿了吗？你要给我做饭吗？时间不太充裕，但也可简单做一些。那就阳春面吧。好。蓝忘机又亲他两下，起身将散落一地的衣物挂到屏风上，转入屏风后，再出来时已是一身齐整。尽管只是2碗面条，蓝忘机依旧做得十分精细。藕汤做底，面条上码着鸡丝、榨菜和新鲜时蔬，食材与早餐类似，却是全然不同的风味。吃完面，并一碗鲜香的面汤下肚，魏无羡整个人都暖烫起来，思维也活络了。蓝湛，我刚才一直在想你告诉我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失忆应该也是这个数导致的。魏无羡思索道：灵石境里太多记忆流动，被另一股完全不同的灵石扰动之后，就容易出现记忆混乱或是不稳定。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应该是因为自己处在速丹过程中，丹府持续蓄力，有利于稳定灵石境。但我很快便失丹了，丹府不稳，以致灵石境不稳，所以记忆跟着出现问题。蓝忘机道：寻回你时，你已经以灵力屏障护住自己，头部更是护卫周全，除落水之前所受剑伤外，并无其他受伤痕迹，所以医师说诊不出失忆原因。我的推测是合理的。其实你已经通过那种魏无羡坏笑一下，冲蓝忘机眨眨眼。那种方式掩藏了自己的灵石，但依然不会减轻不同灵石侵入的潜在影响。蓝湛，你说的都是对的。魏无羡握住蓝忘机的手，斟酌道：我总觉得你好像一直在自责。你方才说那些话，好像在后悔没有早些进入我的乾灵石境助我结丹。但是蓝湛，你方才说的其实很对，我已经反复论证，反复推演的心术，
贸然试验非常危险。这次是我侥幸，只失了一部分记忆，若是记忆全部丢失呢？若是再也恢复不了呢？或者更严重的，以后一直记忆紊乱怎么办？魏无羡微笑道：我在想，幸好你一直坚持只在表灵石境助我疏导灵脉，让我逐渐适应了你的灵石。你这2次去乾灵石境，也只是助我修复和巩固本已结成的金丹。若是直接助我结丹，灵石、灵脉、丹府的波动过大，也许会导致别的问题。蓝忘机默然，把魏无羡圈进怀里，下巴搁在他毛茸茸的脑袋上。魏无羡的手像安慰孩子一般，在蓝忘机的背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，两人心跳挨得极近。魏无羡的心脏强而有力地跳动着，宣示着他已经有惊无险，平安归来。魏无羡握住蓝忘机的手，放在自己丹田处。结丹不比固丹，非同小可，其中机理我们不能算是完全明白，每个人的结丹方式又不一样。你只帮我筑基，我靠自己的力量冲破关隘结丹，这是最稳妥的。突然，魏无羡笑了：蓝湛，你看我们这样，像不像是我怀了你的孩子，让你摸胎动？蓝忘机似乎终于有了一丝笑意：像。你现在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胡说八道，你也这么捧场？你教的。蓝忘机低下头，捧住他的脸，眷恋地吻他。这一次，蓝忘机吻得很慢，一点一点舔吮过他柔软的唇瓣，像是要把他唇线的形状珍藏在心底。吻得魏无羡浑身都酥了，亲吻的感觉实在太好。待蓝忘机微微放开他，魏无羡又主动凑上前，黏黏糊糊地亲了许多下。我去告知兄长与医师，你的金丹已经修复。魏婴，你可同去？好，我同你一起。魏无羡现在只随意披了一件蓝忘机的外袍，虚换身衣服。蓝忘机打开衣橱，刚想拿魏无羡平时惯常穿的玄衫，却忽然起了小心思。蓝忘机拿出一套蓝氏校服，不像父亲谈会那么正式繁复，但依然是十分复杂。魏无羡总觉得穿蓝氏校服就得一直担心弄脏衣服，行动不便，因此平时还是爱穿玄衫。虽然玄衫上也绣了卷云纹，但毕竟是深色绣线，并不醒目。我平时也这么穿吗？魏无羡摸了摸校服，看上去很复杂，我不会穿。蓝忘机不答，只道：我帮你。蓝忘机熟练地帮魏无羡穿好衣服，环过他的腰，帮他系好腰带。魏无羡扑哧一声笑了：昨日里我的腰带明明没系错，你是故意帮我重新系的。蓝忘机不搭话，只道：我替你梳发。你昨天是不是也想替我梳？不回答就不给梳。蓝忘机耳根泛粉。是。魏无羡又浪起来了：蓝湛，你怎么这么多小心思啊？坐到镜前，魏无羡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似乎又有一点不一样了。之前只是6、7分相似，如今金丹已成，容貌又有细微变化，与从前比已是8、9分相似了。蓝湛，你最喜欢我什么模样？都是你。意思是都喜欢。不觉得从前的样子更俊吗？现在太俏了。只是皮相。我知道了，你从小到大照镜子，看着自己这张俊脸长大，自然不觉得我俊了。魏婴，你很俊，是你就好。你这人真是……蓝湛，我有没有说过，你现在真的很可怕？蓝忘机的确不在意他的容貌，但是帮他束好马尾，戴好抹额之后，蓝忘机的心里还是微微震颤了。魏无羡记忆停住的时间点，配上现在这副丰神俊朗的模样，就像是当初那个略有些瘦削的青年，终于被他带回了家，终于为他穿上了一身云纹家袍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